大家好，现在还是在农历新年之间，我想你一定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了，就台湾的演员大 S 因为流感突然非常意外的去世了。不知道您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我呢是一个朋友在 WhatsApp 上转了一个消息的截图给我，我的第一反应啊，真的脑子都来不及过的第一反应是假消息吧，开玩笑吧。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吗？在新年期间拿别人的生死开玩笑，这个事情很好验证。那我就到 X 上去看了一下，哎呦，小 S 然后他的家人都也确认了这个事情，大的媒体严肃的媒体都在转告这个事情，我就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那脑海中留下的就只有震惊，到现在这种震惊还在回荡。今天借这个事情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确实有一个非常个人的目的，当然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也需要得到大家的帮助。我把关于流感的事情说完，放在节目的最后再把这个目的说出来，听听看您的意见。如果您是新朋友呢，我们这个频道是讲追求中年人的幸福生活，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我们自己全家呢，完全切断了工作和一切生活的联系，从中国到大马生活已经2年，满了第3年的时间了。那说回正经呢，主要是这大 S 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演员明星。我们从小，也不说从小吧，从我高中大学那时候一直也看他的各种娱乐作品很多娱乐的八卦相关的都有他，可以说他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来着。48岁才48岁，也就比我长7岁而已就突然的在旅行的时候因为流感就去世了这个震惊来自于此，也来自于他的知名度。我记得呢，关于流感是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呢也是在临近华人新年的时候，公司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大家都回家了，整个办公室氛围相对悠闲。就在这个时候，也有一篇我记得是在微信上的文章引爆了这个全网，就是讲一个作者，他的家人好像是他的家公吧，因为在窗口吹到一些冷气，短不长的时间，1周或者2周的时间，从一个活泼健康的老人，然后呢入院上了人工肺经过一切的医疗手段，和医院有各种纠纷，家里人非常疲惫，各种各样的挣扎之后离开了人世。那篇文章写得很长，文笔也非常好他到现在都能在我脑海中留下一些印象。我当时也留下深深的震惊，我也才认真的了解原来流行性感冒流感是一种病毒，它并不相同于普通感冒，只是症状上有一些相近。这种病毒每年按照现在的数据，大概有10亿人会受到影响，其中300到500万人是重症。那么我们来算一下，也就是3%到5%的是重症，这里面又会引起50-60万人的死亡，也就是万分之几的人会因此而离开人世。重症中又有超过10%的人，10到20%的人是会走向死亡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说起来那时候我已经挺大了，但第一次才非常严肃认真的看到整个过程之痛苦，给家人给自己带来的这种伤害之大。而且呢，那时候我刚加入一家创业公司，其实工作是蛮劳累的。我记得那一阵差不多我自己是在印象笔记中有记录每个月
都要有感冒发烧的症状，我觉得那样不行啊。再加上我认识到感冒情况之严重啊，所以呢，我后来就开始去跑步啊，可以跑到10公里啦，再跑多一点，每天跑，就有一阵大概1-2年都没有这个感冒了。来了大马之后啊，最近的身体情况应该也还是可以的。我这个过去的2年只有2次吧，有一些不舒服，有一些感到头痛耳热的，但是只有1天睡一觉，第2天就好了。那在感冒这个症状上，或者说免疫力吧，会比以前好上许多许多。但是流感这个情况之严重啊，它并没有消失。像这一次H1N1 啊，在日本呢，也就是大 S 他去了日本之后进行治疗的这个地方，日本也在大流行。日本 H1N1 的死亡率要有4%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值。而且流感全球大流行总归会让好多人得。你想10亿人意味着1/几的地球人1/7的人都有可能会感染上这个流感。那么不是说大马就会好一些，也不是说中国现在就没有，相反啊，我前一阵子12月份不是回国吗？让我很担心，当时有一些不愿意回去的，回去了我又一直在提心吊胆的提防着的。然后我听说一个事情以后就很痛心很难受的一个事情，就是和病毒和流感有关。因为当时中国流行很多的病毒，除了普通感冒、流感，然后呢还有叫人类偏肺病毒吧，或者还有呢像这个常见的诺如病毒，影响到肠胃的这些很常见。每年在非热带的区域啊，冬季就会有非常多这样的案例。身边的朋友感冒的，我们一起来见面戴着口罩的，他们的小孩都是非常多。好几个朋友的小孩都说住院了，很难受啊，大人半夜带着去看病吊水，经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我就一直在提心吊胆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流感病毒，我知道这些病毒的可怕之处。再讲我没有经历过封城，经历过 COVID， 这种后怕这个给人带来的恐惧是非常难想象的。那回去之后，什么事情让我又一直感到很揪心很难受呢？是因为我们比 Wilson 先回来，他是个小孩，他到处跑，他跟着老人去旅行出去玩到人多的地方打球运动蛮多的。我就担心他。但我们刚回来之后，我就听说他这个病倒了，他上吐下泻。听到老人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我很难受，你知道吗？我就感觉作为家长，我把他带回一次中国，他感染上了，我非常的这个不好受吧，只能说有这种心情后来呢，证明他身体这个抵抗力、恢复力还是不错的。虽然晚上去看了医生，也做了一些检测，然后没有说具体是什么病毒。等到第2天他就恢复一些了，他就好了。第2、第3天就完全没有什么事情了，这个让我大的喘了一口气。那说回大马，大 S 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群里面也讨论开来。我的群人不多，40-50个人，但是就有2位就在最近新年的时候，一位自己住到了医院，连续6天高烧不退，另外一位也是他的家人，到现在也还是住在医院有一位稍微好一点，开始退烧了，护士看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也是 Thank God。可以想想看，这个病毒对人的危害危险也是很大的。在大马属于热带，没有具体的说冬季会发，没有这种季节性的。但是呢，在季风季，每年5到7月，然后11月到1月，也是相对流感病毒发的比较多的。今年还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呢，它整个发病的趋势已经是有一些回暖了，已经有一些得到了改善。而且你知道吗，在大马每年流感也是会影响到几百万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医院给他们进行病例管理的费用每年要33亿令吉，这个和整个大马医疗体系用于心血管的病例管理的这个费用是相当的。你会看到流感对整个社会负担、社会医疗对病人自己可以想象造成
人的痛苦啊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就拿这个事情呢来回看我自己，然后我们身边的人，你看我们切断了工作，没有这么忙了，家庭生活、亲子教育、亲密关系都比在中国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我们也到了大马，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些转换，并不意味着我们身体就一定会变得很好啊，它不是自动的一个过程。我在反思的就是好像我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把自己这个处理得很好。我们先说小的问题，就拿流感来说，那这一个我是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的。流感它的有人说你可以去接种疫苗，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大马，这个接种比例都是很低的，就平均是在人群的2%点几，大家呢都会给小孩子去接种。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预防的，因为就有人说疫苗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流感的种类很多，每年都要重新去接种，很麻烦，而且它只有一定的抵御率，它也达不到群体免疫等等，有些人是不会去接种的。你觉得有用吗？你会不会去接种？你有一些什么好的见解和预防的方法啊？一旦感染了，其实你也就没有办法，只有不要让家里人更多的感染上。你知道快要到流感季了，就戴好口罩，通风洗手，不要摸脸鼻口耳，这个和预防 COVID 都是一样的。我相信很多人呢已经具备这样的基本的知识。那这是疫苗和防护，就只能做这一些，还能做什么？我想我已经自己家人买好了保险，这算是一种长期投资，算是一种被动，但是也算是一个预防手段吧，被动的预防手段。你还会怎样去做呢？我很想就是多听听大家的意见。那么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影响力吧，所有人在我的评论区下面集思广益，大家能够留下一些好的意见，我就会把它 highlight 起来，总结出来，其他人看到就会有一些帮助。我相信。第二呢，我也特地要做一个视频，因为我刚说到了大马切断工作，并不说身体自动自然就会好。我最近审视我自己我觉得有点放飞了哈。我几年前有一次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意外生病之后呢，我就有点放飞了。是因为我在10年前是有过一次比较成功的减肥经历的，我大概减掉40斤，保持着还比较好的体重管理，蛮长的时间，好几年。但是在那一次这个生病之后，我就放飞了，我觉得这个人活着就不容易了，好好吃吧。有时候你发现吃东西是对自己大脑心灵的一种抚慰，一种给养吧，一种代偿。但是呢，我最近觉得又到了大马之后更放飞了，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这个肚子都变得这么大了。我是觉得我太胖了，确实太胖了。我在这里说，就是因为就是希望能够和大家也一起，我们为着健康在我们这个年龄应该要多做一点。我们说中年人的幸福生活，身体是一个打底，所以我希望大家我当然也勉励我自己，要早一些睡觉，要能够少吃一点，吃的健康一点，美一点这个是对自己的要求，也希望能够跟大家互勉您有些这个好的这个需要立 flag 的，也在我的评论区，我们就互相监督吧。最后我真的也挺为这一位艺人大 S 他的这个家人感到痛心，我也希望他 RIP Rest in Peace。希望呢大家都平平安安的，首先把身体照顾好，然后呢能够和自己最相爱的人都好好相处。好了，新的一年开始了，祝愿大家一切顺利，百事可乐。拜拜。